Among the large headlines concerning Apollo this morning is one asking that you watch for a lovely girl with a big rabbit. An ancient legend says a beautiful Chinese girl called Chang'o has been living there for 4,000 years. It seems she was banished to the moon because she stole the pill of immortality from her husband. You might also look for her companion, a large Chinese rabbit, who is easy to spot since he is always standing on his hind feet in the shade of a cinnamon tree. The name of the rabbit is not reported. Okay, we'll keep a close eye for the bunny girl. Roger. 中秋节到了，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嫦娥奔月的故事。大家都晓得，其实月亮上没有嫦娥。1969年，阿波罗11号是人类首次登陆月球的航天任务。刚才你们听到航天器通讯员和宇航员在开玩笑说，上了月球，你可能会看到一位带了兔子的中国女孩子，她已经在月球上住了4000年了。那当然，月球上并没有看到任何带着兔子的女孩子。那我们也知道，嫦娥并没有在月球上，所以这是一个神话。要说嫦娥，我们必须先从后羿说起。后羿呢，是嫦娥的先生。神话中传说，本来他们是天上的神明。后羿就是天上最会射箭的天神。那天帝呢，他就是天上神明的皇帝。他本来有10个儿子，这10个儿子长得非常奇怪，像发亮的乌鸦，每一只都有3只脚。这10个兄弟呢，其实就是10个太阳。他们本来轮流，每一天一个兄弟飞到天上去照亮大地。可是啊，这10个兄弟10天才能出去一次，那多闷啊！那有一天，他们忍不住了，不想在家里了，就10个太阳一早一起出来游玩。哇，10个太阳一升到天上，你想想有多热啊！像10个火团，它们的热量马上就烤焦了大地，河水干了，草木枯了，动物都死了。地上的人们都叫苦连天。天帝知道了这个情形，非常生气，就把后羿叫来，跟他说：我这10个儿子在天上捣蛋，把大地都烤焦了，人们叫苦连天，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要你去吓一吓他们，叫他们别再胡来，可是绝对不要伤害他们。后羿本来做事就很急躁，再加上他已经看见人们在地上饥渴难受的样子，早就等不及了，抓了弓箭就冲出了宫廷。后羿马上爬到了大山上，看到10个太阳兄弟在天上胡闹，就拉开了弓箭，瞄准天上火辣辣的太阳，就嗖嗖嗖的箭都射出去了。太阳就一个一个的像巨大的火球从天上落下来。后羿连发9箭，9支箭都射中了太阳，最后天上只剩下1个太阳。这个太阳吓得全身发抖，躲到乌云后面去了。9个太阳射下来了，大地顿时变得清凉了。人们感觉到外面的热气减少了，就从屋子、山洞和他们躲的地方出来了。大家都在欢呼，很高兴后羿这个英雄救了他们。可是天帝知道后羿把自己的9个儿子射死了，生气得不得了，就把后羿和嫦娥的神职和法力都剥夺了，把他们降到人间，作为凡人。后羿虽然不能做神了，
可是地上的人都很爱戴他，因为他是他们的英雄，所以就请他做了他们的皇帝。后羿做了皇帝，一心只想长生不老，做回以前的神仙。后来他想起在昆仑山上的西王母，也是一位女仙，她有炼出长生不老的仙丹。后羿就长途跋涉到昆仑山去找西王母。西王母看到了后羿，也就把他最后的2颗仙丹给了他，告诉他在8月15月圆的晚上吃了，他和他妻子嫦娥就能长生不老。因为这个是神话，有些时候神话有很多版本，那也有另外一个版本说后羿和嫦娥本来就是凡人。可是后羿的确是神射手，他用他的能力把9个太阳射下来，变成了人间英雄。人们就请他做皇帝。那西王母呢，看到后羿这样子英勇的作为，就把仙丹赐给他作为奖赏。那接下来这故事的结尾也有4个版本哦。第一个版本就是后羿那个时候收了很多徒弟，大家因为都想跟他学射箭的功夫。那他其中一个徒弟叫做庞蒙，庞蒙是一个坏人。那有一天，庞蒙就趁后羿出去的时候，闯到家里来，跟嫦娥要仙丹，他也想长生不老。庞蒙闯进后羿家里时是晚上，他恐吓嫦娥，又带了刀，嫦娥真的是吓坏了。他为了不要给庞蒙得到仙丹，就把仙丹放到嘴巴里面，一不小心就吞下去了。一吞了下去，嫦娥就感觉自己的身体轻飘飘起来，从窗户飘了出去，一直飘到了月亮上。后羿回来后，发现自己心爱的妻子飘到月亮上去了，非常难过。后来每到8月15的时候，他就会拿出一些贡品，就是嫦娥以前喜欢吃的东西，一边看着月亮，一边纪念他的妻子。那其他的版本呢？一个就是嫦娥因为看到后羿一心只想长生不老，可是他脾气暴躁，对人不好，他觉得后羿长生不老又做皇帝，那以后的人民都要遭殃了，所以他就决定自己把仙丹吃下去，不要给后羿吃，吃了就飘到月亮上去了。这是第2个版本。第3个版本跟第2个差不多一样，也就是嫦娥不愿意看到后羿长生不老做坏皇帝，可是他并没有想吃那个仙丹，而是8月15那个晚上，他想把后羿灌醉，然后呢，趁后羿睡着的时候把仙丹丢掉。可是嫦娥一不小心打翻了个桌子，这个声音把后羿吵醒了。后羿看到嫦娥偷他的仙丹，非常生气，就追了上去。嫦娥那个时候一慌，不晓得该怎么办，就只好把仙丹放到嘴巴里面，然后就不小心吞下去了。一吞了下去，他就开始飞起来。在这个故事里呢，后羿非常生气，看到他的太太把他的仙丹偷了，现在又开始飘走了，他就拿起了弓箭，想要把嫦娥射下来。这个是我最不喜欢的版本。本来恩爱的夫妻，怎么会现在他想把太太射下来呢？可是故事就是这个样子。那后羿因为做皇帝太久了，又没有练习他的功法，所以呢，射也射不准。嫦娥越飘越远，后来就飘到了月亮上。后羿也没有办法，只好在人间等老等死了。那最后一个版本呢，叫做剖腹独吞版。在这个故事里，西王母只给了后羿1颗仙丹。那嫦娥知道丈夫从西王母那里讨来了不死之药，可是只有1颗，那为什么丈夫可以长生不老，她不能呢？所以有一天，她就趁着后羿不注意，就把这个仙药偷来了，自己吃了，吃了就飞到月亮上去了。那这个版本是很有意思，不过
通常大家形容嫦娥的个性就是她是个善良的人，所以我本人觉得这个版本不太符合她的个性。那我们开头时不是说，在1969年，美国的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并没有在月球上看到嫦娥，可是嫦娥的确有到月亮哦，因为中国几十年前就展开了月球的探测工程。2004年，中国的火箭带了月球环绕器到了月球，这个环绕器的名字就叫嫦娥1号。那嫦娥2号到4号接下来的几年已经完成了探索、环绕和降落在月球的工作。2020年的11月到12月，嫦娥5号也完成了月球自动采样的任务，而且回到了地球。以后呢，2024到2027年，你们还会看到嫦娥6号到8号。中国打算继续探索月球，而且以后也有计划构建在月球南极的研究基地哦。